欢迎回来，我们正式开始制作。这一节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先创建一个自己的工程；第二，导入或者启用我们需要的插件；然后第三，我们创建自己的插件。好，现在我们打开的是虚幻引擎 5.5 的一个窗口，我们选择游戏，第三人称 C++，起一个名字叫 My Character 好了。好，这边我就先剪掉了。好，现在我们的工程创建好了，我们来设置一下，打开编辑器偏好配置，找到源代码，然后在这里选择你的那个 IDE， 这边我用的是 Rider， 我们选择工具，打开 Rider， 这样我们的 IDE 就启动完成了，它可能会需要加载一下。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项目设置中的地图 Game Mode 这些我们需要创建一下。我们这边先直接用现有的来给大家创建，我们之后可能会统一新建我们自己的。我们在所有内容中新建一个文件夹，也叫 Game 吧，然后在这边新建文件夹，然后 Gameplay 新建文件夹 Level Gameplay 中我们去新建一个 Game Mode 吧，游戏模式基础。OK， 可以先用这个，叫 BP My Game Mode。OK， 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先用一下第三人称模板里面的这个角色 Third Person Blueprint， 把这个东西复制到我们的 Gameplay 这里，我们给它重命名一下。这边第一个我们就做一个 girl 的一个默认，先不去管它。我们再新建一个 level， 我们直接先复制一下它这个第三人称模板里面的关卡，因为它这个已经放置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运动观察我们的角色。我们在 third person maps 找到它的关卡，然后拖到我们这边，选择复制到这边。OK， 打开我们的关卡，保存选中项，我们给它重命名一下。这边我们需要先打开一个别的关卡，然后去重命名这个关卡，因为刚才打开的状态不能命名。我们叫 Main Level， 决定，打开确认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在项目设置中把我们新命名的这个关卡作为我们的初始关卡，搜一下。然后我们把默认游戏模式指定成我们创建的这个游戏模式。OK，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关卡中，我们去改一下我们的游戏模式。好，这样我们可以在游戏模式中去修改我们的默认的 pawn， 我们改成刚才复制过来的这个，没问题，复制在这儿，保存一下，运行看一下。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场景创建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的插件。理论上来说 Control Rig 是会自动包含的，我们查看一下。
输入 Ctrl， 可以看到 UE5 中 Ctrl Rig 是默认的。如果你的版本没有默认启用的话，就给它启用一下。好，现在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插件给导入进来。我们需要先把工程给关了。打开我们下载好的插件，这边我自己是已经下载完了，使用的是 5.5 的版本，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会需要用到 Kawaii Physics， 这是插件目录，和这个 VRM4U， 其他的这些是我自己的插件，我们暂时用不到它。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Ctrl+C 一下，然后我们去找到我们的刚刚新建的工程的一个地址，叫做 My Character， 没问题。在这边创建一个文件夹叫 Plugins， 然后 Ctrl+V。好，这样我们把插件给放进来了。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工程，在里面启用一下。好，打开编辑插件，已安装。VRM4U Animation 这些如果没有启用的话，我们点一下启用，然后点击重启。我这边是已经启用了 VRM4U 和这个 Kawaii Physics。好，其他的就不需要了。好，这样我们需要的第三方插件已经安装完毕。接下来我们来创建两个自己的插件。我们首先来讲一讲我们就是整个项目和插件的一个逻辑。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了达到最高的效率，我们不会把所有内容一股脑都放到项目的 Content 文件夹里面。我们会创建两种类型的插件，用来放能够复用的内容。第一个是资源插件，它不包含代码，用来存放可以复用的非代码资源，主要指的是美术资产，比如说我们将会创建的网格体模型等。然后第二种是代码插件，我们把自己设计的游戏功能代码按照模块划分成若干个插件，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 Plugin A， 它是 UI 系统， Plugin B 它是运动系统， C 它是成就系统等等。这样当我们更换一个新的工程项目，或者说我们设计一个新游戏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需要的插件给安装上。也就是说，当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游戏之后，后续再做新的游戏效率会特别的高，我们所有的基础功能都可以即插即用。好，现在我们需要来创建两个插件，一个资源插件，一个代码插件。我们到 UE 中，我们先来创建第一个，在编辑插件中这边点击添加。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纯内容插件。作者大家可以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描述，我们这边就写一个，比如说美术资源 OK， 然后它需要一个名字，我们这边就叫做 My Animation Resource。好，点击创建。这边因为不包含代码，它的速度会非常快。我们这边已经创建完成了，而且也不需要重启。我们再来创建一个代码插件，我们这边选择空白，这个就叫 My Animation。
同样的名字描述叫运动系统创建。然后这是 C++ 插件，它会直接进行编译。我们等它完成。好，创建完成之后，我们的 IDE 会自动跳转出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这个项目文件的 plugins 里面，有我们导入的 Kawaii Physics， 我们创建的 MyAnimation Resource， 还有 VRM4U 这几个插件。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插件里面的内容。由于这个是一个纯内容插件，所以它只有一个 resource 文件夹。然后这个代码插件中，它会有一个 source， 这是我们的源代码的位置。我们打开 myAnimation.uplugin 这个文件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插件的一些参数。其中我们之后会关注到这个 type runtime， 它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插件是在运行中生效的，也就是说它会被打包到我们最终的运行中的一个版本中去。如果我们这边改成 editor 或者是 uncooked only， 像其他的一些插件，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 Kawaii Physics， 它的这个 uplugin， 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了2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 runtime， 第二个模块是 uncooked only， 代表的是这个模块中的内容是会被打包到我们最终包里面去的，而这个模块的内容它是一个编辑器的内容。它仅帮助我们创建游戏，而不在最终的游戏中。我们将来会把我们这个 MyAnimation 这一个插件也改成这种双模块的插件，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用到，大家先了解一下就好。然后我们现在找到项目中 myCharacter.build.cs 这个文件，我们加入了我们的插件，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的这个项目能够依赖我们的插件。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public dependence 这个 add range， 我们需要一个 private dependence，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打pi private dependence model names 这个点 add range，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代码提示了。State call 这些我们不需要，我们加入我们自己的模块 MyAnimation。好，这样我们的项目就可以依赖我们的这个新加的插件了。我们现在需要编译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项目给关掉。好，我们点击编译。等待它完成。好，编译完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打开我们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plugins 文件夹下面这些东西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好，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儿。